曼城真得给孙兴慜发1桶石油来表彰他今天的单刀不进。球队2-0战胜热刺，将领先优势带到最后一轮。我觉得如果去年阿森纳是93%总冠军，今年曼城高低是99%总冠军了。在主场面对主教练下课、人心思动、无欲无求的西汉姆，赢球及历史首次夺得英超4连冠。我想不到曼城翻车的理由。这么多年了英超当中在不掉链子上，曼城没有掉过链子，实在是太稳定了。想干掉这个队伍只能在圣诞节前大幅度领先，不然一旦进入最后角力阶段，曼城是不会犯错的。有趣的是，输球之后热刺的球迷反而集体高歌庆祝。很多朋友不了解热刺跟阿森纳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，才能让球迷在球队赢球还有会争夺前4的情况下，情愿输掉比赛呢？如果你站在热刺的角度其实很好理解。在1914年和1919年，热刺都因为阿森纳的运作被排名靠后的后者拿到了顶级联赛的席位，而自己只能降级或者留级。在1927年热刺的保级大战当中，阿森纳更是全主力跟热刺拼到双腿抽筋，然后剩余2场跟曼联和斯茅斯的比赛当中只上了5名主力队员，1分未得，导致热刺成功降级，恩怨非常的深当然了，如果你站在阿森纳球迷角度，热刺使的绊子也不会少。在这种情况之下热刺球迷最痛苦的不是自己夺不了冠，而是阿森纳有机会夺冠，所以球迷在输球之后依旧是高歌就可以理解了。但是热刺的队员还是有着非常强大的职业精神的。这场比赛事实上也是给曼城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。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赛后情书。比赛刚开始，曼城依旧沿用了上场的首发，继续把2个边路交给沃克和格瓦，而热刺则变招，在埃默松和斯基普都难堪重用的情况之下，把高个中卫范德芬调到了左后卫的位置上来。这个选择还是很有作用的。德拉古辛有一个门线解围，范德芬也拖住了左路的下线，不至于被一碰就碎。还是那句话，我真的很佩服瓜迪奥拉。统治欧洲的3-2-4-1体系，他说不用就不用了。在赛季的最后几场比赛中，果断变阵，关键效果还是真的好。这场比赛双方的节奏拉得很快，热刺的防守动作非常的大，特别在上半场，福登在左路，德布劳内在中路都很难得到发挥。福登内收遭到了频繁制造对抗的罗梅罗，这也是相对弱势的球队想要赢球必须要有东西我上身体强对抗。不过巨星的魅力就在于你可能能限制他89分钟，但是呢，他1分钟就可以改变比赛。随着菲尔福登在一次与罗梅罗对抗当中获得了成功，曼城完成了一次致命的进攻。热刺糟糕的防守习惯也是他这个赛季末1胜难求的原因。当乌德吉不在之后，禁区里注意力高速下降，又无法在2次高强度往返，导致门前经常短路。这个球就是如此，德布劳内压根就没看，直接对着后脸就扫。他心里非常清楚，哈兰德一定会在那个位置。德布劳内没停，哈兰德没停，但是热刺的后卫停了。一次非常不应该的后卫线和守门员之间的线路被放空，哈兰德为曼城先拔头筹。领先之后，曼城逐步控制比赛，直到罗梅罗干倒了埃德森。这个球我觉得罗梅罗不是故意的，从慢动作也能看得出来，他有意收脚，同时第一时间也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黄牌是非常合理的。但是这一撞，差点把曼城撞出事儿，节奏被完全打乱了。曼城开始丢失球权，特别是鲁本迪亚斯灾难性的发挥，一场比赛最起码3到4次的第一失误，也就是热刺前场球员实在是能力不够，换成皇马早就出事了。除了鲁本，阿坎吉也干了。这个失误是直接送给了孙兴慜一个超级单刀，结果就出现了阿尔特加媲美大马丁决赛上世纪扑救的名场面。谁也想不到曼城的2门用这样的方式拯救了球队。这个球一进1-1，比赛时间所剩无多，接下来怎么发展谁也不敢保证。这个球没进，曼城吃个定心丸，加上拿上了边路爆点多库，抓紧压上进攻后的防反，再次制造了点球。这个球福登处理的非常的高级，多库随后的处理也是顶级的反应。这个球员买到曼城来，对于丰富战术真的是相当好用。领先他可以上来打反击，落后他可以上来改变节奏。边路爆点我跟你讲，放哪都是香的，能过人在边路比什么都要重要。随着哈兰德点球命中，比赛结束，甚至我们可以宣布赛季结束了。点评一下双方队员，热刺尽力了，但是能力就是如此。前场包括孙兴慜必须进行强有力的优化。现如今，热刺跟曼联是一样的问题，锋线天赋不够，这在顶级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致命的。至于表现最好的，我觉得热刺是罗梅罗虽然很铁血，但是呢上下频繁，防守积极。这要波他这赛季呢非常坚持自己的打法，从来没有尝试过蹲坑，很有追求的一个教练。但是假设明年热刺并不能给他要求的顶级球星的话，还这么踢真的能行吗？列维又是否能给他顶级球星呢？这都是热刺下赛季应该要考虑的事情。曼城表现最好的可以是阿尔特加可以是多库，也可以是哈兰德，可以是福登。但是呢，我想重点说一下格瓦迪奥尔。这个球员刚到曼城的时候踢边后卫感觉呆呆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打中后卫更多，特别是在进攻中，很多时候不知所措，但是进步特别快。来到赛季末，你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个球员是否已经是成2年呢？处理球很高级。拿这个球举例长传来到右路，
禁区反右翼包抄，清晰明了的同时，还有着对于球路的预判。性格又好，主动谦让帽子戏法的机会，放弃点球，只为了球队有更多的净胜球。当然，我个人还是觉得边后卫不是他最好的归宿，有逆足，有出球，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斯通斯的班练练中后腰呢？可以畅想一下。英超还剩最后一轮，与去年德甲情况相同，但是多特功亏一篑，曼城又会如何呢？